来吧，新玩具 FM02的通天晓，我知道大家等这期视频等了挺长时间了，没办法，我也是得慢慢的研究一下，毕竟这个东西的变形还是挺复杂的，尽量的研究透了，把它的变形结构理解了，才能给大家做一个最简单无损、最方便的一个变形演示。盒子包装依旧是照着玩具画出来的二次元效果，背后这里是一些玩法噱头的展示。纸品内容：信用卡材质的人物卡，质感很不错。然后是一本这么老厚的说明书，它真的是书啊！哇，这么多步骤。全彩印刷，中英文双语，变形指示还算详细吧。不过，毕竟静态的画面并不能很好的演示出来它需要注意的点。一把透明的蓝色大斧，这个通透感做的还是非常不错的，没有任何的气泡塑胶。一把可以切换模式的大枪，拉出这个握把是在穿马甲的形态下，扣子翻正，把这一块反折进去，压瓷实。另外一边抠出这个握把。这个是在白通形态下拿的枪，5张不同的替换表情和他的眼睛，此外还带了半个爆裂开的头雕，也是还原出来当时的一个同人画作里边白通被打烂了装甲以后头盔都烂了一半，露出里边的这个类擎天柱脑袋的造型，这个做的还是非常棒的。一对10色的替换胸甲，可以把胸口的这个透明玻璃换一下，左右跟这样打开，直接拔下来。因为如果还原动画造型的话，胸口的这一块其实是没有透明车窗的，只是一个红色的底子，也是多了一个选择可以进行更换。我们对比一下设定稿的人形，其实这款通天晓的还原度可以说做的是非常高了。不过通天晓到底是一体变形还是穿马甲的形式呢？这个也是业内由来已久的一个争论点吧。当年在戴亚克隆时期，其实它就是作为擎天柱的一个超级升级马甲，也是后来海之宝在做了极翼动画之后，才把它作为了一个单独的形象。所以当年连井张悟在主导 MP 2.0 时期，他在 MP 22初稿的通天晓里边也打算做一个马甲的形式，但是后来主设计师的更换，小林红点接手了以后，推翻了之前的设定，又做出来了一体变形通。所以如今说起来，通天晓究竟是一体变出来的，还是穿马甲，其实官方自己都没有个定论，玩家们就看个人的爱好来就行。人形身高到头顶的天线在28.5公分左右。正面来看，身材比例包括一些身上的元素还原的都是非常到位的。背后来看，还原度也能做到个8-9成。可惜这一块因为变形结构导致的露着白通的手臂部分，如果能把这一块全部包成红色的话，想必也要增加更多的板件了。后边的屁帘子并没有做到很大，短短的，但是比起来设定图里边好像更短了一截。这里边露着2个合金的膝盖关节，看起来也是非常坚固的。红色的面板放在了脚底下，做成了鞋底子的造型。头雕刻画非常漂亮，正气十足的一张脸，侧颜看起来也是非常不错的，而且全身都是永上漆的效果，蓝色表面有一种金属漆的质感，包括后脑勺的花纹也是照着设定图来处理的。头部独立的脖子关节，点头抬头，360度旋转。肩部的导弹头用了红色电镀，而且可以拔出来发射，但是里边并没有弹射的机构。平举胳膊，巨大的肩头，这个地方有2段齿轮关节，下方这里还可以继续掰齿轮，所以理论上可以举平到90度，但是腋下这里会出现一个凹洞，有点脱肉了。从这个缝隙里边看，关节里边全部都是用了合金的零件，闪闪发光。齿轮也是叮当作响，360度旋转，齿轮关节，二头肌根部360度旋转，曲肘一段关节可以折到135度，里边还有挡肉的零件，不会脱肉。手腕来回活动，全指可动手。腰部这个位置变形到位的话，其实是锁定住的，想要活动的时候先得把它拉出来。在腰红色零件的下方这里有2个插扣插在裙甲上边，稍微拉出来一点点就可以进行弯腰的活动，里边是合金的轴，左右旋转，这里边也是齿轮关节，但是因为造型和变形结构限制只能转这么一点点。胸甲左右打开，蓝色的零件抠开下方的连接扣子，胸口这里的白通窗户还可以继续打开，露出里边的领导模块仓，给它翘起来。里边搭载了一个合金的领导模块，哇，这一层一层的装甲展开的效果，把领导模块保护得很好啊。但是你保护的再好，你也拉不开，是不是？裙甲打开，前踢齿轮关节，这个支撑力度相当不错啦。其实这条腿是非常重的，撑的效果还可以。
后踢也没问题，胯部中间是一个合金的大盘子。侧踢这里没有齿轮关节，只是轴，但这个支撑的力度也还行。大腿根部左右有旋转，膝盖大块的合金两段齿轮关节加起来也能折到135度。脚踝整脚的左右接地，站立还是非常稳定的，并且腿部内侧还有小腿后方这里都没有偷色。所以这款通天晓不论是人形的还原度，还是在关节的可动细节上面做的都是非常不错的。就算摆一些夸张一点的造型也没有问题。当然，大家更在意的是它的变形过程，我们是慢慢的来啊。这期视频会很长，来一点一点的处理。首先，两个尖头的导弹取下来，我们先解锁上半身的马甲儿，蓝色的位置和白色的地方有一个插扣在暗处，里边这里顶起来，打开这个扣子。接着侧面这里红色的挂钩也就脱开了，揉着点根部啊，把它整个的掰起来。接着抬开手臂，从这个缝隙里边有插扣，另外这个地方其实是一个维度的锁扣，两个方向的插合，所以我们要掰着一点后边这里，把后边脱开，再用这个手指往后顶，同时的拉，把这个地方就撬动了，撬松之后整个的嵌起来。可以看到这一块的扣子还是挺长的，而且这个漆面很厚，所以扣子还是挺紧的，需要使一点力。另外的一个扣位在白色的零件和红色这里的嵌槽，再加上腰部这里的3项锁扣维度，这个地方插的会特别的紧，第一次掰的时候小心一些。两边全部打开之后，我们就可以把这一块撬起来，然后腰部这里有一个带着齿轮的滑动轴拉开，同时拆开了下方红色的2个扣子。这个时候就可以把胸甲全部的脱下来。来看胳膊的变形，先把手掌跟这样摊平，然后打开肩膀的位置，这里边是双段的关节啊，拉开，旋转个180度，拧到这一侧来。然后注意在这个地方有一个双段关节的折叠，我们把它先拉起来，拉成竖着的，中间这里腾开更多的空间。肩头上方180度翻转，把这一块的盖子卸下去。小臂的这一大块面板整个的抽起来，根部这里有滑道，拉起来之后翻开，腾出空间，通过这一块的双段关节，把它顺着凹槽包住肩膀，再把盖子扣上。下方这里手臂还有一层，左右双段关节拉开，把手掌跟这样包住，然后这里的关节放平，再向后搓动。两条胳膊变好之后，翻到肚子来，腾开空间，把蓝色的面板通过这个双段的关节立起来往外扣，然后脖子后方这里有一个挂钩，打开这个钩子，折起来，顺着这个空间把脑袋刚刚好钻过来，这个天线不会碰到啊，把钩子前方这里跟卡的位置结合。这个时候天线有一些长，变形理论上应该把这2个天线拉出来，再放平90度，但是呢，这个天线啊根部这里很紧，我们把脑袋滑动脱下来，里边是有2个转盘的，但是我觉得转盘是因为漆面的厚度导致这一块的天线特别的紧啊，非常难拔出来，千万不要使蛮力拽这根天线啊，再好的料子也架不住这个地方太细了，这个轴太紧啊。我们稍微用个工具从里边顶一下它，最好有这种小的平头改锥。用平的这个面压住这个盘子，往外一推，听吧嗒一声，很紧啊！再加上不仅是这个轴紧，上面这还有个扣子呢。所以呢，你想要脸型更好看，变成人形，肯定要把轴贴合到位。但是在变车型的时候，这个轴太难顶出来了，千万不要生拉硬拽，用个工具顶一下这个转盘，会更加的安全。转出来以后，我们就可以把这个天线90度放平。好了，脑袋滑槽给它插进去，还好有一个设计的替换点机构，可以让脑袋拔出来。这个时候再把前方的这2片红色下翻，蓝色旋转90度贴到这面来，翻过来，2条手臂中间的扣子就可以对合插在一起，然后旋转180度，搁在这儿备用。接着来拆裙甲，这里边锁定的位置也很多啊。先把后屁帘撩开，左右这里的扣子打开，旋转90度，
拉出来裆部，这里边，哎，这个护垫的位置打开它，还有2个扣子竖着插在下边，我们稍微的顶它一下，整个的套出来，然后归归拢，这块折起来，裙甲摆好，顺着这里放下来，2个裙甲密合扣住。拿出刚才变形的上半身，通过这2个扣子插住。腿部装甲的拆除，先把腿肚子这一片打开，顺着这里边的凹槽抠开，这个地方有一个横向的锁定边缘，我们把它再打开面板。脚踝的部位往下拉，顺着这里边有一个合金的双段关节，这里边还是带齿轮的。在抠它之前呢，侧面这里还有一个连接的扣子，顶开，把这个扣子拉松之后往外拖，顺着根部把这个双段的齿轮关节拉出来，拉成横着的，这里边就脱开了更多的空间。膝盖侧面这里往外顶，穿着的这个大靴子，蓝色的大马靴就脱下来了。腿部装甲的变形，我们先翻到底盘来，抠起来这里边的红色面板，延展开180度往这边扣合到脚后跟侧面这里的扣子，脚侧面的这一对假轮子往下拉，里边有锁扣的点，翻转180度，把真轮子抠出来，再锁回去。前腿板白色的部分拉开，顺着这里边整个的拖出来，把这块面板往上翻，翻出来之后，侧面这里还有一片挡肉，把它转过来，然后再拧，把它卡到位，这里边就折平了。上边白色往下翻，这一片从上方翻，这一侧从90度下翻，变成一个这样的框架。哎，这个时候这一片再耷拉下来。后腿这一块腿肚子的板件，通过根部的合金双段关节，我们把它放平。放平之后，在这里有一个扣眼儿，对应侧面这里刚才我们掰开的扣子，把它拉平，结合锁上。前方红色的这里有一个错开的滑槽，我们要把这一块推一下，稍微揉一揉。推到外侧来，让这个蓝色的扣子卡在红色的边缘，结合，最后再把这块白色的前腿板盖上，两边同样变形完成，就可以把中间这里所有的扣子都扣上，结合。这个时候前后半截的连接，把这一块红色的面板整个的套过去，先把手上的这个扣子插住。和手腕蓝色的这个地方扣眼，白色这里有一个结合的卡位，手指头套进去。在扣合之前一定要对准，再把里边的指头掰平。下边这里结合的时候，注意红色面板的边缘有一圈蓝色的凹槽，要插到这一块的缝隙下面去。哎。就是锁在这个位置，接着侧面这里的卡扣完全的咬住，最后前方的挂钩锁住。先把一面固定起来，1、2、3、4处的结合。上方这里还有一个挂钩，下方这里在前裙甲的上边还有一个扣子，也要跟这里同时的结合。多项维度的锁定，翻起来中间这块蓝色的零件，哎，顺着这个窟窿刚刚好。折叠过来，挡一下。那车厢的部分马甲我们就变形完成了。我们来看白通部分的变形，在合体过程中，胯部这里其实是有一个往下拖的结构啊。现在呢，打开之后，我们先把前裙甲顺着这里边抠出来展平，裆部后边这里白色的零件延展开，胯部整个的往后折叠45度，再把白色的包过来，插扣锁住。大腿上边有2个花纹的装饰零件，把这里翻转180度，哎，这点隐藏的很好啊。在通天晓形态下，大腿全部都是纯白色啊，但是在白通单独的情况下，这里还是有2条花纹的，这个也刻画出来了。
上半身的变形有一些复杂，我们一点点的来看。抠开下方的这个盖板，红色的面板打开，把里边的扣子翻出来，根部的关节往下拉。这个时候解放胳膊的部分，先把这一边双关节折叠锁上来。注意这个下方有一个非常关键的面板，要把它顺着里边抠开。无论是你变哪个形态，这个板子千万是最后锁定啊，切记切记。然后我们打开胸甲，其实这一块胸甲我看跟之前的一个官方变形指示里边是不太一样的。原先可能在试模的时候，这里边有2个扣子，你就可以在合上胸甲的时候，让这个缝隙对得特别严实啊，扣得很紧。但是可能考虑到变形不太方便吧，所以把这2个扣子打磨掉了。左右掰开胸，根部这里其实还是有一个钩子槽的，我们再把侧面这里往开掰，里边连接着卡扣，打开，拉松掉。进气格栅下方有一个扣子，我们把这里掰松。然后上方领导模块仓往出拉，整个顺着这一块往开掰。腰部其实是2层的，我们把这一块框子完全延展开，胸口的这一片往下放，腾出来更多的空间。这个时候就更方便我们解锁手臂了。在后边背包的这块面板的根部这儿有一个凹槽夹着这一块板子，把这里脱开。手臂呢往外掰，旋转到一定角度的时候啊，把后边的这个钩子脱开，往出拉，边旋转边转。在肩膀关节的根部，这里是一个滑槽，我们要往后拽一拽它，拉松，然后整个90度抬起来，还要注意头顶的2个刺刺，这里不要绊倒，拉开。手臂现在完全张开，和胸板这里呈现一个外扩45度就行。这款很多玩家觉得变形太过繁琐，其实主要也是因为这些零件需要来回避让借角度空间。然后打开胸部里边，我们把侧面的这2片白色零件往出翻，然后往下折叠90度。在根部这里还有一个滑道的关节啊，我们推出来。再把下方的这一片横折90度，它是后腰这一片的造型。根部这个伸缩轴很重要，把它推出来，然后再把中间这里框起来。现在胸口腾出来了更多的空间，目的就是为了往出翻脑袋。翻的过程中也要注意，这里边是3层夹合的板子，我们先把它拉起来，往后抽。抽过去以后，把这一块翻折打开，后边的这2个扣子最后是锁背包的，然后把这个板子叠到一个最小的幅度，折成三角形，180度旋转，注意这个地方的双轴，再往下按一下，顶好，卡过来，脑袋立起来，旋转180度，再翻看刚才我们钻过来的这几片装甲，把它立好了。然后顺着这里边再把它堆叠起来，夹到最小的幅度这个板子。现在胸口里边就一马平川，没有任何的阻碍了。把领导模块仓翻起来，注意上方这个方块的边缘让一下，但是滑道不要往里推。我们先把这一块面板顶上来，腰部的装甲都填好，扣眼对准，全部套好之后，腹肌这一块锁上，这侧面这里的扣子再结合锁上。注意和后腰这里还有一个钩子啊，把这里也锁住，夹合。那胸口的位置我们现在就搞定了，再把肩膀掰到正90度，结合背包这一层90度立起来，滑道往里推，推进去的时候啊，注意这个地方多折一点点，让过这个钩子，把白色的边缘勾住了，下边再往里推，锁到位。红色的这一块零件根部有一个多段的轴，我们把它翻一下顶起来，通过后边的插扣结合。最后来看胳膊的变形，先把这一块带有烟囱的面板翘起来，里边还有一层板再翘起来，这里边会出现一个伸缩的滑道，只要是在合体的情况下就是靠后的，其他的2个形态呢都是滑到前方，
通过另一个孔位锁住它，把这一块再结合，尖头包起来，转动电镀的零件，扣子扣上，把这个小的细棍顶一下，另外一头粗烟囱顶出来。然后就说到这一块面板啊，无论哪个形态下，最后锁这一块问题出在哪儿呢？看这个地方其实有一个挺脆弱的环节啊，里边是90度的横竖向2个插槽，折过来的时候用这个位置锁一下。如果你在锁住这个板子的情况下掰这里啊，很危险。所以这个扣子是在横竖的锁中间的这个穿轴，而这一块又是两面夹合起来的，中间这个料子太小了，掰的时候会很容易撇断的，一定要注意这个位置。好，小臂的变形，我们把这一块掰开，拳头180度翻出来，不要合，手指头伸进去，顶一下这一块。把这一块面板拉开，里边的挡肉板折出来，再扣合，哎，锁上。这个时候一定要把胳膊打到平平的感觉啊，哎，对准这一块，再锁上。最后一步，腰这里有一个齿轮的滑道，把它压下去，锁到底。那么好，现在也是白通的人形解放了出来。其实这一款下半身在合体的过程中，基本上处理的不多啊，主要是这个胳膊的位置避让。说白了呀，胳膊这里是处于一个半变形车型的状态，以及脑袋和后腰的这片零件的处理，理论上理解起来其实并不复杂，主要是一些扣子的位置和环环相扣的空间容差率给的太小了，所以我们讲的也是比较细致的一些。那最后的完成效果，不论是白通也好，你可以把它当成柱子也好，这个身材的比例是非常漂亮的，无论是还原度、身材的匀称程度，还有整体的一个质感细节，360度的旋转，背后这里也是非常漂亮的。可能美型上唯一差了些意思的，后腰这里会显得有一些空。背包的这一块是一个方板子提到了上方，这个背包的衔接处中间这里只有一个轴，如果说这再丰满一点点啊，包裹的圆润一点下来就更好看了。不过目前看起来屁股后边没有那么大的一坨东西啊，而且整体身上干净利落，涂装质感、造型都是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的。胯部这里会暴露着合金的转轴，这一块吧，我觉得在白通的这个角色上边好像有一些影响美观，但是在擎天柱他后续公布的那个角色上面这一块就没有了。原因我觉得也是因为在合体成马甲形态的话，这个胯部要稍微拉长一截，所以这里有一个撇的转轴。柱子的情况下，这里不涉及到变形，就可以做到更饱满了。腿部这里也做出来了仿喇叭裤圆润的腿肚子效果。然后我也看网上很多人评论，觉得这个柱子的身材看起来有一些扁扁的，其实还好啊，肉眼看起来还行，因为这一块显得扁。没有屁股啊，这一块如果做一个圆润的过渡弧线下来，可能整体的质感就会好很多了，总比那个44的大龟壳大决定那个强吧。头部360度的旋转，独立的脖子关节，抬头的幅度还是挺大的。肩膀这里360度的旋转，平举，这个地方是齿轮关节。并且因为变形的需要呢，稍微的带一点蝴蝶轴。二头肌这里是齿轮关节，肘部一段曲臂135度，手腕可以活动，全指可动的手型。腰部同样拉起来这个滑道，独立的弯腰合金齿轮，但是弯腰的过程中这一块会脱肉。这一回就不存在那个裙甲了，所以360度的齿轮关节就可以旋转了。下半盘这里依旧是跟通天晓合体形式一样，比那个范围还稍微大一点啊。独立的脚尖有左右的接地，本身来说是一个拖鞋啊，这块有一个鞋底子。咱们继续变形，把白通变成车头的形态。首先胳膊一定要前提撸直。首先第一步，打开这一块盖板。所有的变形结合时候，这一块打开了，千万不要扣合。这根部有一个滑道，我们可以把它往下推一下，固定起来。然后小臂前方的面板顺着这个缝隙抠开，这块手腕下方的面板脱开，拳头折叠收纳放进去。上方的这块面板折叠个90度，缩窄，把它缩好。
目的呢，掏出来这个窟窿啊，顺着下方的这段轴往里折叠，然后拆背包，红色的这一块下方抠开，这里边的关节先全部拉开，腾出空间来。这块的倒钩处理呢，把下方这里往出顶一下，根部这里有着滑道，把下方这里顶松以后，上方的这个钩子就可以很方便的拖出，延展出来。其实这个过程啊，就跟逆变是一样的，胳膊打开，胸口、窗户展开，拉松。接着腹部的这一块拉出来滑道，腾松，前后夹合的位置打开。这个时候顺势我们就可以先把腰部这里处理一下，旋转个180度侧面的左右2个，再把灰色的面板折叠180度收纳好。腰部里边的这2片90度折叠起来，滑道这2个根部往里收，这一片掰下来，继续把脖子顺着这里边掏过来。根部的滑道往后顶，转，拉出来，脖子旋转个180度，顺着后脑勺的这个关节90度贴上来，哎，翻转过来，再把这块盖板合住，滑道缩窄它，缩到底对齐。此时后腰的这2片零件就可以90度往上贴。贴上来之后，再90度放平，收纳到这个空间里面去。前方这里红色的领导模块仓旋转180度，然后再拧个180度，放到这面来。胳膊90度立起来，腾开这里边所有的空间，把中间的这一片白色的背包盖子旋转，让到前面来。背后的白色盖子甩到前方之后，我们把胳膊顺势90度撇下来，变成擎天柱经典的存放胳膊样式。这里边挪一下90度关节，把前边的小臂放好，根部的滑槽推一下，推平。胳膊在全部结合之前呢，要把这一块稍微掰开一点，红色的部分旋转180度，让出来中间的这个轴，反一下。扣在这儿，哎，这个时候就开始要避让这些空间了。在这个盖子伸进去以前，把这些地方全部的编好，顶起来，哎，难点，哎，接着把这一块放好，肩膀的这一块零件全部的炸散开，挪到正面来，打开这一块盖板。车窗的位置揪出来，然后记得根部有一个滑道，拉出去，拉出去。接着180度往下翻转，用针的这一块盖住它。侧面这里保险杠左右2边拉出来，后边有一个挂钩啊，要从这个地方套合上去。但是呢，根部这里还有一个伸缩的关节，这块的电镀零件会很厚啊，第一次油漆拔的时候特别的紧，很不容易揪出来，一定要小心这一块。稍微的多拧几圈，拧松了以后再处理吧。结合之前要把领导模块仓打开，里边的领导模块我已经抠出去了，不然里边晃里晃荡的。这个时候左右的挂钩第一重锁定住，然后推中间的滑道推上去，再把另一侧的挂钩套上。这里边切记在变形完成一定要检查这个转轴滑道是不是顶到了底。如果没有的话，记得跟这么捏一下，不然这个地方一直在受着力啊，很危险。然后顺着侧面再检查这个合金的方块是不是在外侧，只有在外侧的时候，手臂才可以顶住这块面板不回落。确定在外侧之后 ，L 型的板件拐过来，把这里边套合挂上，然后拐弯侧面的胸板把这里锁上。窗户在这个地方旋转180度。把带有雨刮器和银色边缘的面转出来。下方手臂的这块结合盖板呢，根部有一个滑槽往上提，侧面这里还有一个燕尾锁，所以要滑上去对准缝隙，同时的进行燕尾锁外抠套合。那侧面的这一片我们就算结合住了。车窗归位，门折起来，
倒车镜翻好，车头全部闭合好之后，翻到上方，红色盖板的这个凹槽垫在里边，把白色的轴卡在外侧。3块面板嵌合拼齐。我们终于也是来到了腿部的变形，先把这一块的油箱90度拨开，脚尖的位置有一个小细节，把这一块的造型翻转一下，露出来车灯的位置。脚底板整个90度拉开，旋转180度，再放平，把这一块先放在这里，不要锁。腿肚子里边打开前方的锁钩位置，打开后方的锁着面板位置，180度叠过来。另外的一侧打开这一块的锁扣位置，和后方这里有一个滑道的插槽，整个把小腿肚子的这一片装甲片从里边双关节掏出来，这一片打平，再根据这一块的转轴往前挪，让这个面板插槽对准，再旋转过来以后，中间的凹槽落到这个空洞里，把转轴落在这个凹槽里啊，说错了。好，双关节我们往上撸，从外侧这里翻起来这边的挂钩，翻起来这一块连接车厢的卡槽，这个零件稍微的挪开点边，另外的一面往下拉，同时往出拖，拉出来前轮的位置，根部这里有一个滑槽，把它拉到头，打开这一块盖板，双关节把膝盖折到下方，缩短它，锁上。接着腾出来这些空间以后，看腿部开始旋转，旋转到差不多这个位置啊，我们就可以把轮子稍微的往开挪一下，里边有双关节，因为挪到这个夹角这一块零件是最好过去的。避让开之后，继续旋转，翻一个面儿，折180度之后，这边的转轴双关节卡住，把里边的插槽固定，锁上。外侧这里，刚才膝盖油箱的位置啊，顺着这里边的双关节往上拉，让一下，这里边需要一点韧性，把这个轴小片片卡到中间的这个电镀的轴后方去。看这里有一个插槽的片儿，把它插进去，再把这一块的油箱锁上，看看有没有折到位。好，这个轴记得往里推一下。全部叠好之后，腿下方这一块侧面的面板，刚才我们转进来这个小三角啊，就可以往里折叠卡住，堵上这个窟窿。脚后跟滑道往下缩，再折叠锁上。现在就可以把双腿中间所有的扣子都结合起来。结合的过程中，注意这块的边缘还有一个倒钩，把这个钩子也锁进去，挂住，让这一块夹合的更结实稳定。注意看一下上边这里拖挂车厢的轴有没有翻出来。另外要记得看一下这一块的钩子啊有没有折叠回去，把它要收起来。这个时候2块面板才可以对得齐。最后腰部这里的结合，根部这个轴是一个双段关节的滑道，可以往前推。我们顺着这一块把折叠出来的腰部啊，整个的双关节掏进去，挪开这2个钩子，推到底，让这一块折平。然后这2个领导模块仓的钩子刚刚好卡在合金零件的2个凹槽里边。下面把腰部这个根部的滑道伸缩，一定要推到底，顺势90度折上来。这块板子往前推，注意边缘这个地方的对准，还有在这块面板下方暗处的一个竖桩，后边这里的钩子勾住这个边缘，环环相扣的锁定啊，所以有一些扣子在实施起来要同时的进行。前轮180度翻上来，2个卡槽对应，顺势把楼梯这里的钩子和这一块的反钩插合到位。
最后再把侧面这里严丝合缝的整理一下，烟囱翻折往后。那么好。FM 这一款白通的车头就严丝合缝的变形完成了，看车侧面的这一块拼合线多好，上边这里也是整整齐齐，后边这里有一个盖子，后边的拖挂部分并不会显得很厚啊，就是一个平平的架子。翻到底盘来看，露着2个大腿的零件，底下还算饱满吧。轮子这块是橡胶的双排轮，哎，这个做的是对的。电镀的轮毂，变形到位的话，推车滚动是非常丝滑的。透明的车窗里外翻做了雨刮器的刻画，假腹的变形让整体的车前脸看起来更加的饱满。保险杠有涂装，大灯这里也是透明的零件，里边是银漆的效果。电镀的烟囱。360度转一圈看一下，这个车型完成度是真的高啊，但是换来的变形过程确实是很复杂。我觉得主要也是因为一些零件的避让空间，还有各种维度的卡扣容差率给的太小了，所以你不能一次性的解决完这一块，我继续变下一个，而是要不断的调整中间的一个空间来避让，有点像什么呢？就像战旗华容道的游戏一样，来回的避让，让主要的那块零件过去之后，你才能一马平川的进行下一步的密合。而不得不说呀，也就是这家的代工素质了。你换任何一个，不论是官方还是第三方，这个工艺，这个变形的半熟度，还有它的一个容差空间，还有这个料子的质感，但凡换一家都得翻车。也就是这家敢用这种设计。最后我们也把车厢拖过来，往这儿一挂，导弹顺着这2个插槽给它夹上去，这里并不是插扣啊，而是夹着一根树棍子。如果变形到位，你推的时候会感觉到所有的轮子其实接地效果都很不错，全部都是橡胶轮胎电镀的轮毂。其实整体来看的造型是非常不错的啊，从车头的密合缝隙一体完整性，到后边这个闪闪发亮的涂装金属漆，再到整体的一个长度，哇，都是非常夸张的。全车变形完成将近在43.5公分。但来说几个车型状态下不好的点啊，首先车厢这个拖挂的位置啊，只是一个扣子搭上去的，左右旋转吧，大概也就是个20-30度的样子，因为后边的脚尖比较长会被绊到。蓝色零件的部分根部并没有什么卡的位置，来把它定死了，插起来固定住了，来回的在这儿耷拉着，这个很不爽。尤其你在旋转车头左右扭动的时候，掉下来很容易在这里卡住。本身来说只能转个20-30度并不大，你再卡一下的话会非常的难受。这一块胸甲的部分变形完成以后会露着2个窟窿。然后就是玩家诟病最多的了，本身通天晓是一个拖车，理论上的应该是下边这一排上边这一排放2排汽车，但是现在因为变形结构导致啊，上边小臂的这2块放不下来，它中间这里不是说扣子结合上去啊，这个地方是齿轮的转轴，所以是锁死在一起的。也就是说，这个通天晓只能放1层小车。所以在车型状态下，车头的完成度是非常不错的，后边的这个马甲货箱却有些不尽如人意。也是最后总结来评价一下吧，这款通天晓无论是从做工、质感、用料材质上边，也是这家标榜着第三方第一梯队，这个绝对是没跑的，质量很好。所以也是刚才说的，只有他家的代工能经得起这样的变形设计。其实说起来，这款的变形结构并不算太复杂，很好理解的一个结构，只是有一些零件给的空间容差太低，你需要来回的避让，所以看起来会有一些繁琐。尤其是在车头后半个双臂这一块的一个避让空间，还有这一块面板在扣合时候，但是经历重重磨难，让每一条缝隙、每一个扣子都对到严丝合缝的时候，最终完成的表现力让强迫症非常满足，也会让自己心里边有小小的成就感。所以这一款人形的效果，不论是白通的本体，还是它穿上马甲以后的通天晓模式，都是还原度非常高的，而且各个方面的素质啊、身材比例了，包括背包的大小做的，这些也都在可控范围之内，甚至于身上一些不合理的颜色问题，它都得到了解决。运用了里外面不同的涂装来展示出本不合理的颜色分布，但达到了这种理想效果的代价，就是你在这个过程中，你要经历无数的别手的环节，以及各
种零件的避让，这些点可能还是需要玩家们耐下心来慢慢的调整。所以这套通天晓的最终评价各方面素质都出奇的高，但是不适合把玩。可能 FM 的通天晓我是做的最迟的一个 UP 主，我也是做的最啰嗦的一个 UP 主。时间方面，这一期节目肯定会非常的长，但是我敢保证，你抱着手里的 FM 通天晓照着我的视频变形，肯定是最容易让你理解它的变形结构以及需要注意的哪些地方。所以稍后这一款我也会拍出逆变的视频。那么大家觉得这套通天晓做的如何呢？欢迎在评论和弹幕留下你的观点。这一期咱们就玩到这儿吧。